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肥胖不仅影响形象，而且也是多种疾病的高危因素。研究发现，体型和健康密切相连，身体越肥胖，心脏承受的压力就越大，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高。尤其是身体上以下几个尺寸决定人们的寿命。一、身体上哪些尺寸决定人们的寿命？一、颈围，脖子越粗，心血管越差。一般来说，脖子的粗细与肥胖程度存在直接的关联，尤其是男性中年以后，女性绝经期以后，大部分都会有明显的体型改变，特别是男性到了40-50岁，会明显的发福，脖子也会跟着变粗。早在2010年，美国临床内分泌学与代谢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表示，有研究人员对3000多名研究对象进行了脖子测量，同时对这些人进行血压、血脂、血糖等的指标检测，结果发现脖子越粗的人，其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越大。美国弗雷明汉心脏研究学会专家调查结果显示，男性颈围每增加3厘米，体内的高密度脂蛋白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好胆固醇，平均降低 0.1 毫摩尔每升，女性降低 0.15 毫摩尔每升，这将导致人体内更多的胆固醇无法转运到肝脏进行正常的代谢，从而就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另外，脖子粗还可能是其他疾病的预警，除了心血管疾病，脖子变粗还可能是以下疾病的预警。一、糖尿病。美国弗雷明汉心脏研究学会专家指出，一个人即使腰围符合了标准，但如果脖子过粗，也会容易出现血糖偏高。经专家研究则发现，颈围高于一般人平均值，男性 41.91 公分，女性 36.07 公分人群的糖尿病前期、高血压和代谢综合症的发病率都要比其他的人群要高。此外，如果发现脖子粗并伴有发黑的现象，警惕黑棘皮症。黑棘皮症是糖尿病的一种典型的皮肤表现，还可以出现在双侧腋下以及腰部，这在许多肥胖的人身上也可以看到。这种表现是由于身体出现强烈的胰岛素抵抗，从而导致皮肤增生和色素的改变。二、甲亢。如果发现脖子粗，颈前或气管两侧形成肿块，并会逐渐的增大，且伴有减重、心慌等的症状，就要警惕是否患有甲亢，建议到医院做甲状腺功能检测和甲状腺 B 超，以便查清病因。三、代谢综合症。因为颈围跟颈动脉内膜的厚度有很大的关系，如果你的脖子粗了，很可能预示脖子里面的颈动脉血管增厚，血流速度变慢，就会造成后续的代谢问题，出现代谢症候群的几率极高。苏格兰所进行的一项研究，追踪约6000人，5年后发现，代谢症候群患者得心脏病的机会为一般人的2倍，得糖尿病的机会更超过了3倍。4、睡眠呼吸中止症。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研究发现，人体颈围的大小与睡眠呼吸中止症相关。脖子粗短、下巴短小的人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高危人群，如果还存在气管狭窄的问题，患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几率就会更高。提醒：颈围不要超过这个数。颈围是颈部喉结节点水平的围长，作为一个较新的评价肥胖的指标，它是测量人体上半身皮下脂肪的天然方法之一。如果男性颈围超过38厘米，女性颈围超过35厘米，则说明脖子较粗，发生心血管疾病事件的风险就会更高。即使体重正常，也要注意自己的颈围。如果发现衬衣领子变紧，项链变短了，就该注意了。减重是最佳减颈围的方式，建议每天锻炼至少30分钟，每周5天，会有不可思议的效果。2、腰围。腰围能够衡量寿命的长短。经过研究发现，腰围小于71厘米的女性，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较低。肾脏、肝脏和胰腺等重要器官集中在腰腹部，
若是堆积太多的脂肪，可破坏胰岛素的系统，增加患高血压、2型糖尿病和高血脂以及脂肪肝的风险。虽然一些人的体重达标，但是腰围部堆积太多的脂肪，患心脏病的风险也会比较高。不良的饮食结构、长时间的坐着不动和遗传都是导致腰围增粗的主要原因。应改变生活方式，每周至少要有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运动，减少久坐的时间，远离高油和高脂食物。女性腰围控制在80厘米以下，男性的腰围不能超过85厘米。大腿围，国外的研究发现，大腿围与心肌的重量成正比，大腿越细，心肌重量也会较轻。达标值是46到60厘米。用皮尺水平围绕在大腿的最上部的部位，横折线下进行测量。4. 小腿围。法国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小腿围小于33厘米的女性，患有颈动脉斑块的风险相对更高，而这是中风的一个已知的风险因素。小腿肚上的皮下脂肪会提升并储藏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的脂肪酸，避免动脉斑块形成。达标值大于33厘米。测量方法：用皮尺水平围绕小腿最丰满处进行测量。5. 腰臀比。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研究人员发现，即使身体不超重，如果腰臀比过高，患动脉硬化的风险也可能会增大。腰臀比过高很可能预示体内的脏器脂肪堆积，出现了隐形的肥胖。达标值一般理想值为男性 0.85 到 0.9 左右，女性的 0.75 到 0.8 左右，比值越偏向低值越健康。测量方法：测量时被检者站立，用皮尺先在肚脐的水平线上环绕腹部1周测出腰围，再环绕臀部的最宽处测出臀围，两者相除即为腰臀比。像这些尺寸变大时，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健康，保持有规律的查体，加强运动，保持良好的心态。每次运动的时间不能少于30分钟，戒掉熬夜和久坐不动的坏习惯。每顿饭只吃7分饱即可。每天至少吃500克蔬菜和200克低糖分的水果，从瘦肉、鱼肉和奶类以及蛋类中获取优质的蛋白质。戒烟限酒，控制好血压和血脂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做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